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谈的是呢，解牌的5个途径中的第4个途径啊，也就是呢，愚者途径。愚者途径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途径。愚者途径，它常常呢是别出心裁，见人之所未见。什么意思呢？他喜欢找在这个牌面上的逆反过来的意义，还有呢，他喜欢找这个牌面里面呢看不到的，但是又有影射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洞见。所以呢，愚者途径呢是比较难以练习的一个途径哈。但是呢，我们呢可以呢来练习看看这个愚者途径哈。愚者途径呢，重点是不落在框架当中哈。它跟智者途径非常不一样啊。智者途径是建立框架。我们从牌面里面把这个框架搭起来啊，大纲搭起来，然后呢，用那个观察者途径呢，把细节给填满。但是呢，愚者途径呢，是在这个框架之外呢，去看到框架外所隐藏的要告诉你的讯息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愚者途径。那怎么看呢？我们呢，基本上呢，可以从反向练习开始哈。什么叫反向练习哈？很多朋友哈。因为托特牌它没有逆牌的一个解法，因为托特牌本身的牌背就可以看得出来牌正位还是逆位了，所以呢，基本上呢，托特牌是不做逆牌解的。所以我们在解牌的时候呢，心里面呢还要去想想正面的解法是什么，负面的解法是什么呢？我们2方面都要去思考，也就是每一张牌都可能是正牌，也有可能是负牌，它可能给你的启示呢是正牌的，也有可能是它的阴暗面或者是反方向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就有趣哈。我们是同时正面跟反面，阴面跟阳面呢同时去思考。它跟韦特牌的解法相当不一样，因为韦特牌给有逆位嘛，逆位的话就直接告诉你，你只要反过来想就好了哈，或者是从负面的角度来想就可以了。可是呢，我们在解托特牌的时候呢，是每一张牌它都可能是正位，也有可能都是逆位，所以呢，我们在解的时候呢，就不能很单纯的呢，像韦特牌一样，正的就正的解，逆的就逆的解，而是同时要去想。所以呢，我们来先做一个基本上的愚者的练习哈，就是反过来想，也就是正着想、反着想，2个都想的一个部分啊，这是第一个练习哈，就是所谓的正向思考跟反向思考的练习。各位知道，我们在我们托特牌当中呢，通常呢，我们解牌的时候呢，最不喜欢解到的大阿科那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塔，对不对？塔是崩坏的意思啊，是毁坏的意思啊，是遭受冲击的意思啊，或者是原有的系统崩溃的意思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牌，也就是一般讲的所谓的坏牌哈。那第二个呢是恶魔，对不对？如果有恶魔的牌的话，就想到的是邪恶啦、欲望啦，或者有非法的途径啊，或者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啊，比较阴暗层面的隐喻啊，或者呢是死神牌，跟死亡有关，跟结束有关跟一切的终结有关所以呢，通常呢，我们看到这张牌的时候呢，心情都会不太好。可是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3张牌呢，反过来看呢，或者是它隐藏的解释又有什么呢？以塔来说我们看到塔呢是一个巴比伦塔然后呢被击破，然后呢崩坏、燃烧的一个状态。这里面象征了什么？象征了人的傲慢或人的固有的以为自以为是的东西呢开始瓦解。这个瓦解呢，里面有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个瓦解呢，如果你能够正视它，你如果能够消化跟吸纳它的话，它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旧的东西的瓦解，不合宜的东西的瓦解。如果你能接受这个瓦解，那代表你怎么样？一些老旧的、固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呢，它可以被淘汰。也许呢，它是一个大地震，也许会很不舒服，因为呢会认知失调人呢以为世界是这样的，一下子原来发现世界不是这样的，我原先的设定，我原先的想象，对世界的观念全部都瓦解了，这个时候会很痛苦。可是呢，如果你能够穿越这个痛苦的话，
旧的东西去掉之后呢，你可以呢有一个弹性出来呢，去适应新的世界。所以呢，塔出现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坏的，而是你怎么样面对这个塔的状态。如果能够过得去，那我们就有新的东西出现。这个呢是第一个哈。当然呢，塔是比较痛苦一点。那跟塔比较相近的就是死亡这张牌，死神这张牌。那死神这张牌呢，各位可以发现到呢，死神呢是有镰刀的哈，然后呢它是一个骷髅，完全就是一个死亡的现象。可是呢，我们发现呢，一个东西的结束或死亡，代表另外一个东西它有空间可以产生了。同样的，它跟塔是一样的。我们呢，如果能够接纳、消化、吸收，事情消失了或事情结束了，我们是能够比较平淡的，或者是能够呢稳得住自己去穿越这个东西的时候，想想看啊，如果整个地球呢没有人死掉，都一直生，然后没有人死的话，整个地球是多么恐怖的状况！整个人类就像蝗虫一样，把这个整个地球都吃干抹净了。因为一直生嘛，然后呢人又不死，就不断的吃，最后怎么样？全世界的东西都被吃光了，然后开始互相互咬互吃啊，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地狱，那比死亡还要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只有生没有死，这不是一个好的事哦。只有生没有死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当然，只有死没有生呢，死极了，那也不是一件好事的。也就是生死，它是一个不断互换的过程。也就是事情结束了，事情死亡了，那代表什么？有新的空间，新的东西可以进来，可以发生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生死之间的隐喻再来呢，就是恶魔这张牌。恶魔这张牌呢，非常的有趣，尤其在托特牌里面你会发现呢，中间是一个恶魔山羊恶魔然后他眼睛是红色的，代表呢，他眼睛是被欲望所蒙蔽的。如果你看他整个的样子呢，其实呢，他是一个男性的性征。然后两坨圆圆的呢，里面充满了各种的小人，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就是男性的蛋蛋。那中间的那个呢，那就是男生的这个性征这个呢就代表呢是什么？是一个父权的思想、父权的力量、父权的宰制。所以呢，这里面呢隐喻了很多东西，就是傲慢、欲望、父权。以托特牌的立场来讲呢，他不会用邪恶来看待欲望，他只会认为它是一个冲动的、占有欲的、控制欲的、暴力的一个状态。它常常是会跟犯罪连在一起，因为这些能量就跟犯罪容易连在一起，容易不择手段容易控制，容易用暴力对待别人等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去看，如果我们正视了欲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世界的进步是由欲望而来的。因为我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们想要得到更好的待遇，我们想要有更舒服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创造了很多的科技，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制度，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商业的行为、交易等等的。虽然这些东西呢，金钱欲望里面充得满满的，但是呢，如果没有欲望的话，我们有可能有这么多的进步吗？我们如果没有欲望要跟别人沟通，我们会生产出手机吗？我们如果没有想要呢，把我们的讯息散播得更远更大，我们会创造出网络这样的东西吗？总体而言，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是往上的，方便也是往上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呢，恶魔这张牌呢，它的本质在讲的是欲望。那我们面对欲望的态度如果是正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成为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的时候，事实上呢，欲望如果被我们驾驭，它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呢，我们想要变好是欲望，我们想要赚钱也是欲望。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的方向是对的，用的方式是正确的， why not？ 而不是呢一面的打压啦、仇视欲望，然后呢不想看它，可是你把它压越底，它反而呢会在你的阴暗面来操控这个部分呢，我想呢很多的朋友呢可以来思考一下。所以呢，我们看到恶魔这张牌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邪恶。再来呢就月亮牌咯。月亮牌的话呢，也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的牌。为什么？月亮牌通常代表的是情绪化代表的是一个不安，代表的是恐惧。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牌面哦，他是阿努比斯，也就是冥界的守门人的守门神。好，我们看到两边嘛，哈，然后呢，太阳呢是沉在水平面以下，代表呢，现实层面的东西呢，进到了水平面下是看不到，被隐藏起来的，代表呢，很多东西的这个在阴暗面的东西呢，开始呢显现出来，我们潜意识当中的阴暗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不安潜意识当中的一些黑暗的东西呢，开始呢浮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前面就看到的冥府的入口，这个东西呢，就给我们了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可是呢，同时这也在提醒我们如果现在一个不安的情绪化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这个潜意识的时候，也在告诉你要好好去看待潜意识，也就是把太阳觉知呢往潜意识去照耀它，去理解它，去解析它，去看到它，看穿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免于什么潜意识当中不安的控制。因为潜意识唯有在我们无法意识的层面上运作的时候，我们才会被控制。但是只要潜意识的运作的东西被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就是控制者，我们就不是被控制者。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示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告诉你要好好去看到你内在的那个不安的源头是什么，要去看，要把光带到潜意识里面，带到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不要害怕它是什么，它也许很丑陋，但是只要有看到，都有希望去改变，或者都有希望去处理的。好，这个呢就是一个愚者途径的一个思考的逻辑，这个是牌面。我们这样反过来的愚者思维，牌阵上的愚者思维是什么呢？牌阵上的愚者思维呢，其实呢，我在上一集有谈到，有略讲到了什么呢？就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牌面上，如果有某一个元素是缺乏的，它反而是重点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问说，有个朋友找他合作做一件事情，对他好不好？然后呢，他抽到了什么？杯一，又抽到了这个剑七。科学那又抽到了呢藏三，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东西都有。那我就说这个牌面上是不错第一个呢，杯一也是好牌嘛，就是杯一是一个满足的牌，这个邀约要做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满足然后呢，剑七的话呢，它是一个要在头脑上工作的然后呢是有逻辑的，需要缜密思维的一个工作。他说对朋友是请他来编辑一本书啦然后呢藏三呢又代表的是呢，他可以得到蛮不错的这个成就感，而且也是相当有动力的 OK 可是呢，我看到了之后呢，我就会说可是这三张牌里面呢，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里面没有盘，没有圆盘。没有圆盘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呢，虽然你做起来又高兴，又可以得到名声，又是你擅长的这个头脑这个分析的能力可是很抱歉赚不到钱，因为里面没有钱，没有钱币，没有圆盘，没有土元素，其他的元素都有了，独缺土元素。那独缺就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重点要告诉你的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你大概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就笑了一下说，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赚头。可是呢，这件事因为是长辈啦来邀请他来做这个一些书籍的编纂跟编辑说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也认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那也是我擅长的事情，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有一定的名声，但是这应该赚不到什么钱，因为现在卖书都不好赚。我就说对那你就自己思考看看你要不要接这个工作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经济层面没有什么帮助的话，如果你有需要钱的话，那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他就想了一下告诉我谢谢，然后就走。
好，所以这个呢也是很有趣的哈。那我们呢，这个愚者的这个思维逻辑的方式，不知道各位能理解吗？好，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常常跳出框架之外去看这件事情，看到东西的反面，看到东西所没有的、欠缺的啊，或者是新的层面的东西。再来呢，我们来讲到呢，愚者这个途径的优缺点啊。愚者途径这个它本身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当然，优点呢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隐喻，看到阴暗的东西，或者是看到背面的意涵。但是呢，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它跟正向的意涵你要怎么去做取舍？到底你要用正面的解释，还是要反过来的解释？有时候呢，我们呢会有一种错乱的感觉。第二个部分呢，愚者的途径呢是比较天外飞来一笔，比较跳脱的一个思考方式。那既然是跳脱的思考方式呢，对于呢一般我们学牌的人呢，这个如果你是一板一眼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用愚者这个途径，因为愚者呢是要有相当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呢，要去练习了哈，就像我们在反过来想的练习，所谓的反过来想的练习。这个练习呢，要常常的去做。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当时就是想不起来，当时就是不会去思考另外一个角度看进去是什么，也没有能力去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难施展出来哈。它这个途径是比较难一点的哈。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朋友呢觉得我们内容呢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如果想要看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